有人说伊斯坦布尔的风都是浪漫的味道，但我闻到的怎么都是烤肉和甜品的香气。大家好，我是八梅，飞越8000公里来到伊斯坦布尔。今天是在土耳其旅行的第3天，有个山东的小伙伴让我帮他尝尝正宗的土耳其烤肉拌饭。那今天的第一顿早饭就去吃这个。在路上遇到一个齐刘海小猫咪，你在吃草啊？这家吃土耳其烤肉的店就在著名的加拉塔塔下面，你离很远就能闻到香味。烤肉饭可以选择要不同分量的肉，我点了个小份的，这是人民币40多块钱。每一片肉都片得很薄，然后外层都是烤的焦度刚刚好。它也没有给你配很多的米饭，就是配了番茄、酸黄瓜还有薯条，就够吃了。哇，这个肉烤得滋滋冒油，金灿灿的。这牛肉好油润的感觉，好像没有太多的香料的味道。然后它那个外层烤焦的部分是用盐烤的，很好吃。还配上这个酸黄瓜，虽然它这个牛肉片呢很薄，但你吃进去的时候，好像还是会在嘴里有那种爆汁的感觉。我感觉跟在国内吃过的土耳其烤肉拌饭完全是2种口感和味道。然后你觉得饭不够的话，还给你配了面包，这面包感觉烤得也不错。它的外表是烤的脆脆的，但里面是很松软的那种。这样也很好吃。土耳其这里的牛肉还挺好吃的。他们说土耳其米饭很难吃，但我觉得这个饭还好啊。原来正宗的土耳其拌饭是这个味儿。正对着加拉塔塔的这条小巷子真的很漂亮，拍照也很好看。这里有很多小吃和甜品店。这个烤土豆也是伊斯坦布尔这边的特色。土豆是从这个窑炉里拿出来的，一整个土豆都已经烤得很透了，切开就是土豆泥的感觉，里面趁热拌上芝士，还可以自己选各种小料，鸡肉肠、鸡肉丝，还有橄榄、酸黄瓜什么的。Chicken sausage. Yeah. Pick a cornish. Okay. Nice. 最后淋上各种酱汁和酸奶，土豆脑袋必须来一个。料好多啊，它要拌一拌了。哇！它有不同的酱汁、不同的配料，然后底下是芝士、黄油、土豆泥，很软、很绵密，感觉这个一个土豆好扎实。这一个土豆是350里拉，它每个部分如果你不把它拌开的话，就是每一勺会吃到不同的料和不同的酱料的搭配。这个红色的米是他们土耳其这边的一个特色，加上这个鸡丝，这个酱料是有点辣的。土耳其这边的人喜欢吃这个橄榄，他们有很多种橄榄，主要是它这个土豆泥特别的绵，然后里面有芝士就很好吃。吃完就准备爬上加拉塔塔看看，消消食儿。大家跟上跟上。这个门票是30欧。这是加拉塔塔的门卫吗？在发电报啊 ？Hello。啊，这个好搞笑。这座石塔始建于1348年，当时还是君士坦丁堡最高的建筑。数百年前，它被改造成监狱，也曾用于监管城市的火灾。哦，这还有个小洞。在这里可以360度俯瞰伊斯坦布尔，视野超级好。哇，这里也太好看了，好漂亮。这每一个窗户看出去就像一幅画。这个望远镜竟然是免费的，可以看到蓝色清真寺。从加拉塔塔下来，还可以在这边上吃个下午茶。这里的蛋糕都做得很好看，坐在路边吃也很舒服，很适合在这里拍游客照。这里的招牌是上面浇了巧克力酱汁的巴斯克蛋糕。这个巴斯克是那种很软的芝士蛋糕，质感其实并没有很巴斯克，但是它的奶味特别浓郁。它这个蛋糕体里面的质地好绵软啊，蛋糕里面不是很甜，然后外面这个巧克力酱是有点甜的。还是配上土耳其茶吃比较好。我还点了块很好看的草莓蛋糕，它里面菜单写的土耳其语，也不知道叫什么蛋糕，就叫它草莓蛋糕吧。这个草莓蛋糕有很多层，很好看。这个是什么酱？好像像
卡士达酱，在上面好像还撒了一些坚果，很香。上面这个蛋糕很像塔克瓦兹和那种老式蛋糕的结合，感觉坐在这个小街上喝下午茶好幸福啊！所有的生物在这里都很悠闲，我看到好几只猫在这个街上走来走去。再一直往前走，一路上有很多小店，这里有卖很好看的羊毛皂，是土耳其的特产。这个橘猫好像桃酥，带回去给它当礼物。一路逛逛买买，就到了独立大街。这也是伊斯坦布尔的地标之一，应该是每个游客都会来的地方。有红色的叮叮车，还有很多帮忙看店的咪宝。这怎么还有个带娃上班的？哇，4个，太可爱了，宝宝们！这是一条很热闹的步行街，有很多好吃的。我一直以为土耳其的这个转转烤肉就是沙威玛，但其实这个和沙威玛还是不一样的。沙威玛的烤肉会用很多香料，还会用大蒜酱，很重口，比较有中东特色。而土耳其转转烤肉一般是用盐和胡椒调味，吃起来就是盐烤肉的感觉，更注重肉的本味。哇，里面还会浇上酱汁，看着就很好吃。这个饼皮是黄色的，除了烤牛肉，还有酸黄瓜和薯条。其实没有那么浓的香料味道，主要是它这个牛肉的味道很香。这个青口贝夹饭也是这边很有名的小吃，酸酸的。后来才发现我吃的这块没有青口贝，好像掉路上了。当地人推荐我一定要来尝尝这里的羊肠包，它是把羊肠切碎，先煸炒出羊油，然后用很多的香料来调味，吃起来就是会有很浓郁的羊油香味，但是没有膻味，也不腻。它这个面包的外皮是酥脆的，有点像澳门的猪扒包，然后里面又非常柔软，还吸收了酱汁，你一整个吃完就会觉得很满足。好香哦，微微的辣味。羊肠肉其实好像吃不出羊肠那种内脏的味道，但是它就是很香。独立大街上还有很多特别正宗的专门吃巴克拉瓦的店，我又想吃了。我要了一个开心果卷，还有一个是榛子巧克力口味的。来尝尝这个，据说这个很甜。 Full of pistachio, like a pistachio bomb. 真的很浓的开心果味，但是真的很甜。赶紧再吃一个压一压。一次不能吃太多，但几天不吃又会想念这种香甜的味道。三角形的这个吃起来和方形的那个巴克拉瓦差不多，它的酥皮感觉会叠得更厚一些。很甜，但是很好吃，很香。这家店还有卖酸奶蛋糕，是我想吃很久的。它这个蛋糕体是在多种牛奶的混合液里浸泡过的，口感会特别的湿润绵密，奶香也特别浓郁。这种吃法是源自拉丁美洲，土耳其的版本会在上面淋上一层焦糖酱，一口下去就感觉湿润冰凉，每一口都充满浓郁的奶香。这个我真的好想学一下是怎么做的。哇，它就是把一块蛋糕泡在了那个牛奶里面，然后是冰牛奶。哇，我好喜欢这个。它蛋糕本身不是很甜，就是上面的那层焦糖是会有点甜，很好吃。我最喜欢这个了，我好喜欢吃这个。哇，这里有3个小猫在喝奶。这边附近还有一个马赛克灯工坊，马赛克灯也属于是土耳其这边的特产。这里的老师会教你做马赛克灯，可以自己 DIY 一个带回家。就在这个工坊的对面，我发现了现烤的披萨，土耳其披萨。看这门面就感觉很正宗。有很多种口味，我要了一个牛肉车打芝士的，要200多里拉，好像还挺便宜的。普通的芝士披萨只要150里拉。这里的披萨都是在一个很大的窑炉里用木炭烤的，和那种电烤箱烤出来的还是不一样，真的特别香。就是你会感觉披萨饼皮的麦香、肉香还有奶酪香完美融合了。
烫啊！这可是真的刚烤出来，刚从火炉里烤出来。哇，它的这个饼皮烤得很脆。这里还可以吃到正宗的土耳其冰淇淋，这家店在土耳其好像还挺有名的。我要了个羊奶口味的。这个可以选有糖的和没糖的，它有嚼劲。今天晚餐的餐厅就在博斯普鲁斯海峡边上，风景特别好。这里还有等着被投喂的大海鸥，这是海鸥吧？伊斯坦布尔这边除了猫咪特别多，鸟也很多，还是世界著名的观鸟圣地之一。先来一碟开胃小菜，鹰嘴豆的泥，这是洋蓟。这里有一些豆豆泥和蔬菜，有些也不知道吃的是什么。然后就是这个，乍一看就感觉很眼熟，它就是沙威玛传奇里那个长得像红薯的油炸小吃，叫克比。看看这个景色，多么魅力！我爱克比。它外面的皮是用碾碎的小麦混合香料做的，里面是加了坚果的牛肉馅，有松子还有洋葱的味道。听说这个是黎巴嫩和叙利亚的国菜，土耳其这边也很流行。晚上的主菜是烤羊肉，巴拿拿烤肉。土耳其人真的超级喜欢吃烤肉，但这个很特别，它是用调味过的羊肉糜，先用炭火烤得焦焦的，外面又裹上了烤过的茄子泥和麦饼，搭配上了一些解腻的酱汁，真的很好吃。今天一大早起来，终于要来吃上期视频提到的正宗的土耳其早餐。当地人介绍说，他们一顿标准的土式早餐会准备10几甚至20几种不同的食物。在土耳其的文化里，早餐不只是一顿饭，它更像是一种生活方式或者社交仪式。他们喜欢在周末或者假期早餐的时候和家人朋友围坐在一起，边吃边聊，能吃上几个小时。他们会把丰富多样的小碟菜摆上满满一桌，看得眼花缭乱的。有各种不同的奶酪、新鲜的蔬菜和橄榄，还有鸡蛋是土耳其早餐必须要有的。他们会做成土耳其式的炒蛋或者蛋卷，还有各种肉类，风干的牛肉、火腿、香肠，以及不同种类的面包和果酱。桃子、车厘子，这个是杏榛子果酱。早餐的饮品当然还得是土耳其茶。这个土耳其茶喝进去的时候醇香浓郁，会略带一丝丝涩涩的感觉，回味又会有一点花香和甘甜。原来夏天喝热茶也是很舒服的。这个肉比较特色的，用夏天的太阳风干的它有特色的味儿啊你吃这个差不多3天，出汗的时候会有它的味儿。啊，这样子啊。这个肉挺咸的，然后闻起来的时候，它是那个香料味很重的，很好吃。土耳其人早餐里面特别喜欢炒鸡蛋，炒鸡蛋有2种，一个是单独做的，另外一个是里面有西红柿，里面有辣椒啊。梅勒曼是土耳其早餐里面的一个特色。哦，这个看着像玉米糊糊的东西，是土耳其黑海地区的特色。它叫穆胡拉玛，这个真的很香啊！这个里面是加了玉米粉、奶酪、橄榄油。弄不断呀，是那种浓稠香滑的质地，可以搭配面包一起吃，很特别。好香啊！我看土耳其好像有很多腌橄榄的方式。对的，我们是游牧民族的国家，游牧民族做的橄榄油、黄油、奶酪特别好吃，我们叫西meat， 外面裹的是芝麻。土耳其是奶酪的国家，这白色的是土耳其北边，中间的是土耳其黑海地区。这就是直接吃，对的，咸的，但是，没有特别咸，搭配这个土耳其的杏干，加上无花果。我看土耳其街上就有树上掉下来的无花果。对，土耳其全世界无花果最多的国家。我们如果住在国外，我觉得最想吃的是早餐。这里面我最喜欢的就是这个土耳其的水牛奶蜂蜜，上面这个白色的叫 kamak， 是一种用水牛奶通过很长时间的熬煮做出来的浓缩奶油，是那种特别醇厚、细腻又顺滑的口感，主要是它的那种天然的乳脂甜香，用奶味很浓来形容的话都有点贬低它了。吃的时候搭配上土耳其盛产的花蜜或者松蜜，这个蜜的甜度没有那么高，但是香气很浓。冰凉的 kamak 涂抹在刚刚烤出来还有点温热的面包上，一口下去的那种香甜，会让你一整天都感觉很开心满足。如果你来土耳其玩，一定要尝尝。
一个人会加5杯6杯。吃早餐以后，大概10分钟还是半个小时后，轻松一点，来一杯咖啡。啊，很舒服，晒晒太阳。对的，对的。外号索尔，索尔名字卡恩，因为你长得像索尔。原来长头发的。这是我的导游，索尔，因为你还有外号索尔。长得像不像索尔？对吧？因为我是亚历山大大帝他的孙子，我爸爸来自马其顿。感觉喝着这个土耳其茶，这么丰盛的早餐，一天都很幸福了。吃完早饭，坐上小船，穿梭在欧亚大陆之间，一边是欧洲，一边是亚洲，这种感觉还挺奇妙的。这两侧的城堡都有几百年的历史了。再好好看看伊斯坦布尔，晚上就要离开这里，飞去土耳其的另一个城市。下期视频一起去奇幻的卡帕多奇亚坐热气球，住迷人的洞穴小屋。那里有像月球一样的奇特地形，还有古老的地下城。我们下期再见。